vivo X90 Pro Plus、小米 12S Ultra。X90 Pro Plus 作为新出的影像旗舰啊，别看它刚出不久，却已经推送了很多次系统升级了。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影像能力更强一些。那毕竟这次它的对手小米 12S Ultra 也不怂嘛。那这次呢，就来看看他们俩的对比。屏幕前的各位，你们更支持哪台手机呢？如果你觉得 vivo 更好，打1；觉得小米更好，打2。那么下面呢，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拍得不好抛砖引玉，希望您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当然了，摄影环节的照片呢，不光它俩能拍啊，是台手机就能拍。重要的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那剩下的内容呢，就都是测试环节了。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之前呢，X80 Pro 就没有跟 12S Ultra 对比成，主要是那回我网购买手机被坑了。如果你网购买二手手机，碰到商家问你买这台手机用来做什么？你可千万别买啊！我估计没遭遇过的人可能会说，他们凭什么这么问啊？他们问的好奇怪啊！确实，他还真就这么问，而且他们是一堆人、一伙人啊，不是个例。它的实物跟照片的新旧程度肯定不一样啊！记住别买就行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 vivo X90 Pro Plus 跟小米 12S Ultra 他们俩的对比到底如何。那先看整体的后摄配置啊，两台手机最主要的区别是中长焦不同。X90 Pro Plus 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和一颗3.5倍的长焦镜头。小米 12S Ultra 呢，没有中焦镜头，它直接给了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在后面内容中呢，我就使用简称了 X90 Pro Plus 简称 vivo， 12S Ultra 简称小米。在配摄界面中 ，vivo 给了你5个焦段切换按钮。注意啊，最上方的10倍并不是光学镜头，而是3.5倍的数码变焦。小米的配摄界面就比较简洁了，给了你3个焦段切换按钮，对应的就是它的3颗光学镜头。但是如果你重复点击其中的一个焦段切换按钮呢，就会出现更多的数码变焦选项。那下面呢，咱们就正式开始对比这两台手机了。咱们依然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两台手机主摄的硬件参数是非常接近的，它们都是1英寸的感光器啊，非常的夸张。但是光圈略有区别 ，vivo 的光圈更大。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方面两边是略有区别的 ，vivo 更亮堂一些，小米更沉稳一些。小米呢，我用的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徕卡经典模式。解析力方面，虽然说 vivo 那边看着锐化更重一些，但是解析力确实是 vivo 更高，而且细节展现也是 vivo 更多。镜组的光学素质，也就是边角画质的呈现方面啊 ，vivo 就表现得不好了。虽然说它的中心画质不错啊，但是整体的镜组的制造成本应该是没有小米高的，而且光学质量这部分啊是很难通过系统升级来解决的。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色彩方面依旧是 vivo 的更鲜艳、更亮堂一些，小米那边更沉稳。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另一边的边角画质 ，vivo 的表现跟上次的测试是一样的，它两边并不一样，一边好一边差，而小米的表现一直很正常。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颜色的差距呢依旧。解析力方面 ，vivo 的稍微强一点啊，虽然说差距不是很明显，但确实还是 vivo 的强。再看超广角镜头，从硬件参数上看呢，两边还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小米的视角更宽广，超广角嘛还是广点好。
从实拍样片上看，这颜色的差距真的是有点大呀。当时的实际环境呢，确实是斜阳照耀着大地啊，当时的阳光确实有点黄，但是没有 vivo 这么黄。vivo 把色彩表现的有点热烈，小米那边呢比较冷静。还有一点呢，就是视角的差距确实挺大的。那具体的差距呢，如图所示啊，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两台超广角的解析力都很优秀啊。那如果有人觉得 vivo 的更好呢，其实是它的景物拍摄的更大所致的，它的视角更窄嘛。镜组的光学素质，也就是边角画质方面呢，两边都是稍微有些下降的，但是小米的视角更宽广，它的边角画质更难把控。那么从这点上说呢，小米的这颗超广角镜组的造价可能会更贵哦。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颜色的差距依旧啊。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超广角的表现都很不错。边角画质方面，这回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啊，但是小米的视角更宽广嘛，它的表现也挺不错了。两台超广角都有48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那么在解析力方面都很不错啊，不分伯仲。两台手机都有自己的微距模式，它们的微距照片呢也都是通过超广角镜头来拍摄的。从成片效果上看呢，是 vivo 的更好。那从以往的测试中呢，大家也能看出来，12S Ultra 这台手机确实不擅长拍摄微距。再看中长焦镜头啊，咱们先看中焦。vivo 这边呢有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小米那边的2倍呢只能靠主摄用数码变焦来拍了。长焦镜头方面 ，vivo 有一颗3.5倍的高像素中长焦镜头，小米呢有一颗5倍的像素稍微低一些的长焦镜头啊。在对焦测试中呢 ，vivo 的这颗2倍镜头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日常使用中呢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烦人的情况。但是这颗3.5倍镜头对焦的时候可就要离被摄物体稍微远一些了，比如说现在这个录屏呢，就是离被摄物体2米左右。那如果你要是离被摄物体稍微近一些，比如说1.5米左右的时候，这颗3.5倍镜头在对焦测试时候就会出现乱切镜头的情况啊。这种情况呢，我是看着很不爽的，而且在系统设置中呢，也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限制的选项。那咱们看对比样片吧，先从2倍开始对比啊。vivo 的2倍是光学焦段，小米的2倍呢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依然有差异啊 ，vivo 热情一些，小米冷静一些。在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小米这颗2倍的数码变焦啊，解析力还真不错啊，跟 vivo 的光学镜头差不多。可是呢 ，vivo 的这颗2倍光学镜头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打开高清模式之后，解析力可是远强于小米的2倍数码变焦的。再看3.5倍的对比 ，vivo 这边还是光学镜头，小米那边依然只能靠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呢 ，vivo 的更强啊，毕竟是光学焦段嘛。而且 vivo 的3.5倍还是有高清模式，6400万像素。那 vivo 打开高清模式之后呢，解析力的优势就更明显了。终于来到5倍焦段了，5倍这回小米就是光学焦段了啊 ，vivo 就得靠数码变焦了。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 ，vivo 的更强哦。没关系，小米说我5倍还有高清模式4800万像素，你5倍的数码变焦再强也不会强过我的高清模式的啊！果然啊，小米打开高清模式之后确实要强一些。现在是10倍段的对比啊，两台手机都只能数码变焦了。那么在解析力方面 ，vivo 稍微强一点点。人像拍摄一直是 vivo 的强项，那这组照片呢是在夕阳下拍摄的。那我感觉人物肤色上啊是 vivo 刻画的更好一些。小米这边呢反而更热烈一些了啊，那跟前面景物拍摄反过来了。这回 vivo 更冷静，小米更热烈了。宽度的表现，这两台手机都可以说是极力还原亮部跟暗部的细节，但是它们的成像风格方面还是有很明显的特点的。那咱们借着这些照片统一说一下啊 ，vivo 是在玩命的还原暗部细节，并且把暗部细节提亮，让细节看起来更多一些。而小米呢，在尽量保留暗部细节的同时，把暗部的亮度尽量往下压啊，让照片看起来亮部暗部更分明一些啊。当然了，有些场景是反过来的，但是多数场景都是小米的暗部是又暗又有细节，而且在很多张对比中，亮部细节也是小米的更好，比如说树枝和天空的分界啊。所以我认为在宽容度环节呢，小米的表现更胜一筹。夜景拍摄这块 ，vivo 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到了比较暗的地方呢，它就会自动触发这个功能，我不是很喜欢。而小米呢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那么这点呢我是比较喜欢的。而且小米呢就算不关闭自动夜景，它的成像速度也是很快的。像这种城市照明环境啊，尤其是这个场景，小米是唯一一组亮部细节比 vivo 强的场景。vivo 的亮部呢拍的有点蓝，小米呢比较正常。从这个场景开始 ，vivo 的表现开始超越小米了啊！这个场景呢，已经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了。从下面这个场景开始呢 ，vivo 的亮部细节就开始远胜小米了。从照片中呢，就可以轻松的看出来，而且很多场景就算是暗部细节 ，vivo 的呈现也比小米多。
那这里再重申一下啊，看夜景照片的好坏不是看亮度，而是看细节呈现。像下面这两组光线并不是很复杂，只是亮度比较暗的场景呢，两台手机的亮部细节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是暗部细节依旧是 vivo 呈现的更多。那像这个场景呢，就是用自动夜景拍摄的最暗的场景了，可以看到暗部细节呈现，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都是 vivo 的更好。从女流氓小象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那么对 vivo 的考验呢才刚刚开始。之前 vivo 的表现不是很理想，但是它的系统升级了很多次之后，咱们看看表现怎么样。那么女流氓小象这个场景呢，两台手机表现的都还不错。虽然说暗部细节小米看着暗一些，但是该有的细节小米也都有。祖传神助场景非常的暗，两台手机细节呈现也都很到位。超广角呢 vivo 拍的有点太亮了。健身器场所差距开始出现了啊！不放大看，两边的表现都不错。小米那边暗部细节挺暗，而且细节也挺丰富，但是放大看的话 vivo 的细节呈现还是比小米丰富。那看来 vivo 的系统没白升级呀。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更好，这个场景比健身器场所还要暗，主摄的表现上 vivo 的更优秀啊，细节呈现更多。同样的，超广角的表现也是 vivo 的好。那祖传神术就是最暗的场景了，主摄的表现上 vivo 的细节呈现更多，超广角的表现没有意外还是 vivo 的好。那看来它的系统升级还是挺管用的呀。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那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设置啊，1080p 30帧。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不错啊，解析力、防抖都挺到位的。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依旧都很优秀啊，但是暗部细节好像是 vivo 的更丰富啊。2倍录像的表现两边清晰度都是很优秀的，但是防抖 vivo 这边有点晃啊。3.5倍录像的表现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更强啊，那毕竟它是光学镜头嘛。5倍录像的表现，两边的解析力都很优秀啊。虽然说 vivo 那边是3.5倍的数码变焦，但依旧有很不错的解析力。10倍录像的表现，解析力两边还是伯仲之间，但是防抖是小米的更优秀。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我感觉清晰度就是 vivo 的更好，而且鬼影小米那边有点重啊。超广角的录像表现，虽然说颜色亮度差距比较大，但是水平其实是一样的啊，细节呈现差不了多少，防抖也都差不多。女流氓小象是录像的最暗的场景了 ，vivo 主摄的表现相当不错啊，解析力相当惊人。超广角在这个场景下，两边是都不能应付了。工业设计方面，两台手机后摄的造型就是在突出影像2字。那如果这个角度看不出来，咱们侧过来看，怎么样？这回非常明显了吧？后摄凸起的高度那真是相当的夸张啊！只要把这手机一拿出来，所有人看见都知道他们的影像实力应该非常了得。那如果以后的手机主摄都采用1英寸底的话，那后摄的凸起高度它俩就是标杆了。屏幕显示方面，两台手机做的都不错啊，都非常细腻。处理器方面 ，vivo 的更胜一筹，那毕竟它是新出的手机嘛，用的是骁龙8Gen2。不过具体的游戏性能、发热跑分啊，这就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vivo X90 Pro 加和小米12S Ultra 这两台年度影像旗舰的实力可都是够强劲的啊！但是没想到的是 X290 Pro 加的表现更抢眼，看来它上市以来玩命的更新系统还是有帮助的。哎，那它发布前怎么就不能调好呢？就这么着急上市吗？那主摄的表现 X90 Pro 加更好啊，虽然说它的镜组光学质量一般，它的造价呢也可能没有12S Ultra 的高，但是它的中心画质还是更胜一筹的。超广角的表现 12S Ultra 的更好，超广角嘛，画质够用的情况下，还是视角越宽广越好。那中长焦的表现 X90 Pro 加更优秀，微距的表现和人像的表现也是它更强。那宽容度的表现呢，就是 12S Ultra 更好了，但是夜景的表现 X90 Pro 加更优秀啊。虽然一开始它的表现并不好，还不如自己的小弟 X90， 但是系统没白升级啊。那最终呢，在夜景环节还是战胜了 12S Ultra。不过呢，摄影环节有一点没有体现出来，就是拍摄的操作感。12S Ultra 的表现非常到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成片的速度极快啊，整体的操作感是要强于 X90 Pro 加的。录像的表现，两台手机白天都是不错的啊，但是夜晚的表现是 X90 Pro 加的更优秀。OK， 那看完上面的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